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0.60，收盘价是207.3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2.41，最低价是在205.7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488.1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2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依然处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收盘价是在前一日收盘价的上方。并且当日的这根 K 线较前一个交易日也没有出现新高，也没有出现新低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这根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日后如果不能够继续反弹，将会有一个补量的下跌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出现反弹，也一定是一个补量的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我们要再补充说明一下，目前是否有反弹或者下跌，从 K 线信息上来说，我们要关注10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05附近。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它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上方呢，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15附近，那么股价只有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继续反弹。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，我们对10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分别是：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96附近；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对，那么出现横盘呢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07附近，实际在10月27日收盘价是在207.30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呢，收盘价在点位上是基本相同的，但是走势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横盘呢，它将会出现下方出现新低，也就是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，也就再次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而实际出现的是一个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日后呢，如果不能继续反弹，将会有补量的下跌。这样呢，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，因为目前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我们先来看上行。对于10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2。
前高。那我们会看到，连续3个交易日的 K 线一直是在这根 K 线最高和前低202.51上方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一直在横盘，或者在这个区域浮动。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站上它，站上它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反弹。好，那么一旦它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36，这是一个强压力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第3个目标就是257，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3个目标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2.51，跌破它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空头趋势。那如果202被跌破，我们说下方的200关口和202相接近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在这个区域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78，178只是一个支撑位，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52。那股价一旦跌破了152呢，将会彻底瓦解这一波上涨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，也将会瓦解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跌破前低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盘中的观察位，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00关口。那么对于10月30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09附近，我们上移它到209。209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反弹，如果能够在209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依然会出现横盘，甚至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但是在盘中如果是在209下方运行，或者反弹到这个位置出现了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在下方会去测试202前低，甚至是可能会测试200关口。对，这是我们关注209的原因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分析说明。由于10月30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周 K 线图，我们先去除辅助线。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到，在10月2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天剑线。天剑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下影线很短，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下方。那天剑线通常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如果出现在高位，它是直涨的信号 K 线，会也就是股价很容易反转向下。如果是出现在相对低档的位置，那它是一根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。但是能否，例如目前的这根天剑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在下跌的行进中，并且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根 K 线最低。那么成交量呢是量缩，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也就是价跌量缩，再出现一根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反弹的。那它的反弹的条件呢，就是说在当周股价不能出现低于这根天剑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02.51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或者叫变盘向上。
那股价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那么才能说明才能确认这个股价的反转向上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的解读。那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，然后我们给出本周的目标位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周我们给的2个目标位，上方如果反弹会到达225，下方呢我们认为如果出现下跌会到达187。我们给的当周的观察位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是210，那就是说在下方运行容易收低，在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。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3个信息的回顾。然后对于10月30日当周上方的目标位，我们依然保留225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目标一定是它，也就是站上前高，然后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然后下方呢，我们稍稍把这根 K 线上移一下，我们上移到190。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可能会，如果出现继续下行呢，会到达19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在盘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202.5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也就是在周中股价如果不低于这个位置，是很容易出现横盘，甚至是向上反弹的。否则一旦是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在盘中在202.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描述。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是在10月23日这根蜻蜓线收盘价212给出的进场抢反弹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获利的目标位是在216到219。然后在10月24日和10月25日股价在盘中都到达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已经获利出场了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是等待加仓继续做多的，那么目前这个仓位可能会依然会持有。那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02.51。那如果目前还没有出场呢，到10月30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02.51。然后我们给出的获利的位置，如果是获利的位置，我们认为是在214的上方。好，一直到222，对，也就是这个区域将是214，或者甚至是叫215到222，这是我们目前还持有这个强反弹的这个多单的获利出场的目标位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目前空头的目标依然是，我们会看到在10月27日，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10月30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守5日均线值，然后下方是200关口，甚至是更低。那对于空头，他们的要守的位置，我们刚说了一个是209 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，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到上方的222，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出现反弹啊，在这个区域压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会看到在前一周是连续3周都出现了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，也就标明目前对于10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12，一直到上方这222，这都是强压力区。
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。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09到211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15，也就是10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是一个标志位。股价，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一波下行在现在出现了股价出现了反弹。那么如果反弹能够站上这根 K 线最高，才能够继续反弹，所以215是一个压力位。然后再上方的压力位就是从220到222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到达了这个区域，这是第3个压力位。第4个压力是上方的缺口230到242。其中20日均线值会到达23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02.51，然后是下方的200关口，第2个支撑。第3个支撑我们给的依然是195，195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4个支撑就是17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或者这2个可能都是并列的，我们都会给出一个条件。我们先依次来说，股价会有继续的下行。如果是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9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9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3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。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3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